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数字生活指南频道。2026年，祝大家马到成功。现在油比较贵啊，开车开不起，还是可以开马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还是 SAP 免费 VPN， 换一种方式啊。VPN 并没有消亡啊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转啊转的，就要想到数字生活，关注罗叔，数字技术就看罗叔，好吧？好，前面讲我们要开码啊，所以我们就讲一下关于开码的事情。SAP 开码呢，它是 BTP 上的原生利器，云原生利器。之前4、5期关于 SAP BTP 的视频都是讲在 SAP BTP 上如何试用 SAP BTP 的功能。那很多朋友比较想罗叔，一直给罗叔留言，讲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啊？所以今天呢，就是介绍一下开码啊。开码其实是一个 SAP BTP 上托管的 K8s 的环境，其实它是一个全能的实验室，它可以支撑呢微服务和无服务函数。所以它在 BTP 里边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就如果你觉得 Cloud Foundry 像一个拎包入住的精装修公寓，那么开码就是一个无限可能的自建别墅。而且在 BTP 上呢，你同样可以免费薅到它的算力。那其实它是一个基础架构了，但是是云上面的云原生的基础架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开码有哪些优势。很多优势啊，不容置疑。免费 VPN 的解决方案，无需信用卡，保护网上冲浪的个人隐私，而且呢，对电信的线路十分友好。之后罗叔会测试啊，拿电信的线路测试，基本上达到完全覆盖带宽。第二个呢，完全替代并解决了 Cloudflare 的 Workers Pages 一些 IP 无法固定的问题啊。当然现在好像有人在解决，但是也只能基于国家吧，对吧？ IP 还是在跳啊。第三个呢，无限流量，对 Netflix 十分友好，支持华语较多的新加坡奈飞，对吧？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新加坡的节点的，美国也有啊。第四个呢，人人可以拥有，小白能搭建 VPN， 很简单啊，这次搭建就有一个文件，你上传一下，给它后台跑一下，大概等个5分钟就可以用了。你看，人家讲90岁的老奶奶都会用。第五个呢，可弹性扩缩，然后呢，可靠性比较高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好，罗叔的视频一般都会讲步骤啊，那大家也可以根据步骤，根据自己熟悉的来跳过啊，就不浪费大家时间。第一步，激活开码。第二步呢，上传罗叔的代码文件，让它自动部署。第三步呢，等待。在第一步和第三步，基本上第一步要等10到15分钟，第三步呢要等2到5分钟啊，就是看这个系统的反应的。然后第三步讲过，看第四步，打开控制台 UI， 你将会得到一个链接啊。这个链接你用你的浏览器把它打开，然后它这里边就会出现罗叔部署的一些相关的二维码和 VLS 链接了。所以到第5步呢，就是扫码或者粘贴链接，对吧？你可以验证一下这个到底好不好用。电脑、手机都兼容，对吧？手机扫一扫，电脑呢，你软件也能扫，也可以粘贴这个 VLS 的链接。然后第5步结束，第6步就是测试极致的网速啊。这个罗叔在电信测过啊，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的带宽了，500兆也到了420多兆了，就已经算够好了。油管也是比较快的啊，大家可以自行测试。好，欢迎来到这个操作演示环节，希望大家认真看、仔细听、反复练，关键勤动手啊，多动2遍手，这个比多问还要好很多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啊，罗叔经常说的。
第一步，激活开码。好的，大家看到罗叔先注册一个使用账户 SAP BTP 的使用账户，好，转到使用账户啊，右上角又出现了30天。大家注册不会的可以看罗叔之前的视频。好，点击新加坡的环境，没变化啊。SAP 的注册的时间还是这样，跟之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新加坡区域啊。在 Cloud Foundry 这边呢，我们就不用了啊。好，看下面，点启用开码。好，随机的直接点创建就行。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开码的使用期限是2周啊，14天。14天之后呢，还要在这个位置点下面正在创建下面的有一个按钮，叫删除开码实例。删除大概也需要10到15分钟之后再重新创建，对吧？这个免费的都是最贵的啊，所以讲好过没有，每14天重新创建一次，这样至少有2周好用。那你有多个账户，你可以交叉来使用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待它的创建啊。有很多朋友跟罗叔说，私信罗叔说这个 SAP 很好用，没有用了很可惜。那么这些都是罗叔一直以来做的测试啊，测试的结果，所以把它生成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，对吧？没有任何的想法啊，大家开心就好。也没有罗叔的频道，也没有什么带链接的注册呀，对吧？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江湖上现在搞得越来越功利了，我还是把免费的东西提供给大家，对吧？爱点赞点赞，不爱点赞就算，对吧？爱关注关注，反正也不是靠吃这一口饭的，只是希望把更好的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这已经出来了啊，开码环境下面已经出来了啊，大家看一下仪表盘 URL， 这个是我们需要用到的。好，已创建，绿色成功了啊，说明创建成功。第二步，上传老罗叔叔的文件。好，点仪表盘 URL， 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呢，看右上角有个加号啊，稍等，它在跳转，在验证。好，看右上角 Upload YAML， 点击，从这里上传罗叔给大家的文件啊，罗叔会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分享这个 YAML 的文件给大家，分享链接啊。大家上传之后呢，点一下 Upload 右下角的蓝色的按钮，好，点关闭。第三步，等待代码在后台自动化部署。好了，这个是自动化在后台运行的啊。大家点这个左边第二个 namespaces， 好，看到一个安考罗啊，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呢，再看左边啊 ，workloaders 下面的 pods， 看到吧？有一个 pods 有一个 name， 现在 pods 正在初始化啊，不用管它，要等它变绿咱们再点进去。现在点进去，它后台还在运行，有可能还有很多红色的进程，走完全是绿色的。name 是安考罗开头的，安考罗杠 v-less v163。好，5分钟之后变绿了，点进去 running 了啊。第四步，打开控制台 UI， 我们看啊，有一个叫 print entry 打印
输入接口的这个按钮，点 View Logs 看日志。好，看到日志的第一行 Web 有一个 URL 啊，这是亚马逊的亚马逊云，所以我们也是使用新加坡亚马逊。好，复制一下，把这个页面打开。这是一个 HTTP 页面啊，罗叔没有做成 HTTPS， 有可能是不安全，没关系。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UI 界面了啊。第5步，扫码或粘贴节点链接，在手机或者电脑使用。控制台的 UI 界面，你可以扫这里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用里边的 VLS 链接复制粘贴，对吧？都随便，怎么用都行，反正已经生成成功了。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版本了，这是第163版了，所以有版本号 V163，罗叔也不大想再继续做了，太烦。第6步，验证极致网速，这是属于你的巅峰时刻。好，我们来测速一下啊，进谷歌的这个测速页面。好，你看到它已经连到新加坡的 M1 了啊。好，走一个，看到是亚马逊的 IP。好，这边罗叔使用的带宽是500兆的啊，500兆的电信。你看达到了430多兆，基本上可以默认为它可以贯穿整个带宽了，覆盖整个带宽。上传是50兆啊，一样是差不多的啊，说明这个的质量相当好，对吧？所以讲大家且用且珍惜，也不要嫌什么14天的，好过没有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看看这个油管啊，开个 4K 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。200啊，203，对吧？这个速度还是不容置疑的啊。所以罗叔在这边再次祝大家马年大吉，龙马精神，马到成功。谢谢大家，后面就看你们自己的实验啦。